勇者辛梅尔死后31年，芙莉莲一行人来到帝国领土的伯涅村。村长得知他们是来访的冒险者后，便表示今晚刚好要举办讨伐祭，而他们的到来也算是一种缘分，因此村长诚恳地邀请众人务必参加今晚的祭典。而交代完毕的村长则先行离开了。芙莉莲等人随后就来到了市集，看住周围忙碌准备的村民，费伦也察觉今晚确实有祭典。芙莉莲则平淡地表示，原来已经到这个时候了。讨伐祭是帝国为了纪念魔王被击败而设立的节日，在帝国算是相当盛大的活动。看来他们今晚应该能吃到不少好东西。修塔尔克听后顿时充满期待，毕竟他已经很久没有吃到像样的食物了。费伦对此也相当认同。于是时间很快来到夜晚，芙莉莲等人也正式来到讨伐祭现场。修塔尔克看住眼前热闹的景象，不禁感叹这里还真是热闹。费伦则好奇询问芙莉莲，他们接下来要从哪里开始逛？芙莉莲当即表示先去广场，因为村长告诉过他，只要摸一摸广场上的辛梅尔雕像就能带来好运。修塔尔克听后顿时有些难以置信，但芙莉莲却觉得反正摸一下也不用花钱，不摸反而有点吃亏，这让修塔尔克忍不住吐槽，自己好像有点明白芙莉莲为什么总会被宝箱怪抓住了。随后众人终于来到广场，修塔尔克一眼就看见远处的雕像，然而就当他们走到雕像面前时，才发现雕像刻住的勇者身材异常壮硕，让修塔尔克忍不住吐槽，这个大叔究竟是谁？可看住雕像手中那把勇者之剑，他又忍不住怀疑，难道这真的是勇者辛梅尔吗？费伦也坦率表示，这座雕像和他们至今见过的辛梅尔雕像完全不同，根本看不出来是勇者辛梅尔。修塔尔克则进一步吐槽，虽然这位勇者魁梧的身材看起来相当威猛，但他的打扮却很像贵族，穿成这样真的能战斗吗？芙莉莲闻言也只能无奈解释，这种事情在帝国其实很常见，毕竟就连大魔法使弗兰梅都能被雕成自己完全不认识的大叔。帝国从以前开始就很倾向将已故英雄的事迹夸大并神化。不过这座雕像看起来还很新，应该是最近才建立在这里的。村长这时也缓缓走向众人，笑住表示这座雕像很不错吧，之前的勇者辛梅尔雕像已经很老旧了，所以村民们透过募捐重新为勇者建立了一座新的雕像，想必勇者辛梅尔在天之灵也一定会感到欣慰。修塔尔克听后顿时就想向村长说明真相，但芙莉莲及时拦住了他，直到离开后，芙莉莲这才向两人解释，没必要在热闹的节日里泼冷水，而且就算说了也无济于事，因为这就是他们的信仰。越是靠近北部的地区，对辛梅尔的信仰也就越强烈，而辛梅尔在这里已经被神化成虚构般的英雄，甚至连原本的样子都快看不出来了，这让修塔尔克一时有些无法接受。但芙莉莲却认为这样就行了，因为这里的人并不是坏人，大家都很喜欢辛梅尔，也是发自内心感谢他，所以才会特地为他建立这么一座精美的雕像。比起纠结这些细节，他们现在更应该好好享受这个难得的节日。于是芙莉莲等人也来到市集，开始品尝各种美食，顺便补充旅途中需要的物资。几人就这样不断穿梭在热闹的摊贩之间。而在绕完市集一圈后，芙莉莲又再次来到辛梅尔的雕像前，并伸手轻轻抚摸着那座雕像，思绪也不由得回到了过去。那时的他们正坐在马车上准备离开，却意外听见村民正在向孩子们讲述他们的故事。村民激动地说，勇者辛梅尔曾经一剑斩断了一条100多米长的大蛇，这让海塔忍不住吐槽，他们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情？艾冉则回想起来，他们确实曾在这座村庄击败过一条大蛇，但那条蛇顶多也就10米左右。没想到辛梅尔这时却表示不对，当时那条蛇最少也有200多米。海塔听后立刻大笑吐槽，认为这样吹牛可不好。艾冉也补上一句，辛梅尔还真是爱慕虚荣。但芙莉莲却认为他们必须正视这种谣言，因为他们才刚击败魔王，沿途却已经听见了各种谣言，而接下来这些谣言只会被传得越来越夸张，最后甚至会变成所谓的事实。辛梅尔听后只是轻笑住回应没错，而他们的冒险故事也确实会逐渐被改变，虽然多少有些遗憾，但无论传闻和传承如何变化，他们曾经做过的事情都不会改变。他们经历了一场既无聊又充满欢乐的旅途，并在旅途最后拯救了世界，这样其实就已经足够了。回想起这一幕的芙莉莲也忍不住露出轻笑，看住眼前为讨伐祭而庆祝的民众，他也终于理解了辛梅尔当初的意思。即使故事早已脱离原型，这些人依旧还在赞颂住那个被辛梅尔拯救下来的世界。时间随后来到第二天，芙莉莲一行人再次踏上旅途。修塔尔克却表示，昨晚听到了一个传说，说辛梅尔曾经斩杀过一条1000米长的大蛇，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芙莉莲闻言顿时陷入无语，没想到现在居然已经变成100倍了。随后众人来到法尔贝地区，一名村民带住他们前往了案发现场。只见商人的马车已经被掀翻在地，食物也被魔物啃食殆尽，
就连周围的农田都遭到破坏。村民解释道，这些出现在大陆上的魔物正在严重侵害他们的生活。虽然他们已经委托过帝国部队前来讨伐，但之后却一直联系不上对方。芙莉莲听后也理解了现状，于是便询问到报酬是什么。村民却有些惭愧地道歉，表示他们的村子并不富裕，也没有魔导书可以作为报酬。芙莉莲随即追问是否有魔导具之类的东西。村民闻言也不太确定，因为村里确实有一件拥有神奇力量的物品，但自己却不知道那能不能算是魔导具。于是他便将众人带回村庄，取出了那只奇怪的壶。只见壶的周围布满了不明的黑雾。村民也解释道，这是一个会让人做噩梦的壶，据说只要把它放在枕边睡觉，就会做非常恐怖的噩梦。费伦见状立刻劝说芙莉莲，认为这东西看起来确实相当不祥，但芙莉莲却已经凑近观察起来，并询问这个传闻是否是真的。村民则表示自己也不清楚，因为根本没有人愿意尝试。芙莉莲听后也表示明白了。费伦见状还想再次劝阻，但芙莉莲却已经接下了这个委托。随后在路途中，费伦也忍不住抱怨，芙莉莲居然选了一个那么不吉利的东西，但修塔尔克却替芙莉莲辩解，认为这其实也没什么，毕竟芙莉莲在兴趣上的品味一直都很差。费伦见修塔尔克居然和自己唱反调，立刻严肃警告他最好别再说下去，否则自己就会趁他睡觉时把那个壶放到他的枕边。这句话顿时吓得修塔尔克连忙道歉。而此时众人也经过了一栋小屋，那里早已被彻底破坏。修塔尔克见状顿时有些疑惑，因为他记得芙莉莲曾说过帝国是相对安全的地方。芙莉莲对此也感到不解，毕竟在他的印象中确实如此。不过如今这条村路却显得相当荒凉，或许这里早已和他以前来的时候不同了。费伦闻言立刻追问他上次来是多久以前。修塔尔克得知是80多年前后，也忍不住感叹，这段时间已经足够一个国家经历盛衰了，帝国会不会也在这期间衰落了？但芙莉莲却认为不太可能。修塔尔克会这么想，只是因为他不了解帝国的历史，毕竟帝国已经拥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，是曾经统治整片大陆的大帝国后代。他们拥有先进的魔法技术，也是这片大陆上最大的魔法文明。而在100年前，人类与魔王军的战斗最为激烈时，帝国甚至被魔族领土完全包围，从人类圈中孤立出去。当时的人们甚至这样形容道，帝国是一个屹立于狮子身中的国家。可即便如此，帝国也没有因此毁灭，反而转守为攻，逐渐夺回了被魔族占领的土地。修塔尔克听后顿时满脸不可思议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旁边的草丛突然闪过一道影子，下一刻一只长住尖角的老虎魔物便出现在众人身后，更多魔物也接连现身，瞬间将芙莉莲等人包围。芙莉莲见状立刻让众人做好战斗准备，于是他们当即与魔物展开交战。经过一番苦战后，众人也终于成功消灭所有魔物，但他们却已经累得跪坐在地。修塔尔克更忍不住吐槽，这里果然一点都不安全。但芙莉莲却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随着他继续深入森林，满地尸骸也逐渐浮现在眼前。跟上来的修塔尔克见状也感叹道，原来帝国部队全都在这里覆没了。随后众人便将这件事告知村民，村民也向他们保证一定会为这些牺牲的士兵举行悼念仪式，并将那只会让人做噩梦的壶交给芙莉莲。然而就在众人准备离开时，费伦却注意到村子里有一座雕像，于是几人立刻上前查看。芙莉莲也轻声表示那是大魔法使弗兰梅，但他还是忍不住吐槽，不管看多少次，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大叔到底是谁。而看住眼前的雕像，芙莉莲也回想起过去，当时弗兰梅曾带他参观宫廷，并表示宫廷里的魔法师如今都渐渐成长起来了。芙莉莲听后也很佩服，因为其中不少魔法使甚至都已经比自己更强了。既然帝国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，想必应该永远都不会灭亡吧。但弗兰梅却表示这个没人知道，因为从历史来看，任何存在最后都会走向灭亡，世界也永远都会不断改变。不过对芙莉莲而言，这或许也不算坏事，毕竟拥有漫长寿命的她可以享受着这些变化所带来的乐趣。回想起这一幕的芙莉莲也轻声表示，这确实还挺有趣的。然而到了夜晚过夜时，她竟然真的把那只壶放在自己的枕边，瞬间就梦见自己被洋葱折磨，这让费伦和修塔尔克顿时陷入无语。没想到芙莉莲居然真的拿来尝试了。